这边望出去呢，那片绿地就是古城公园。顾名思义呢，就是上海老城，就是上海以前是有城墙的。这种船呢，就是浦江游览的船。这边可以看到，都已经是高楼林立了。江岸边还造了一片小景，很多的这种类似芦苇这样的植物。看到这边很多街名啊，都叫什么什么码头街啊，可以想象以前这里都是码头。嗨，大家好，现在呢，我还在黄埔外滩，但实际上呢，从这边再过去就是向前走的话呢，就已经到了南市区了。那我们就向着16浦的方向再走一段。这里风光无限啊，来了多少次都走不够。右侧的这条马路呢，就是延安东路这是一条分界的马路，但现在南市区已经不存在了，包括卢湾区呢都并到了黄埔区。但是在老上海人的记忆当中呢，还是把各个区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其实各个区都有各个区的文化传承遗存啊。这边就是延安东路。好，我们继续沿着外滩，沿着江岸向南行走。再走一走呢，就是16浦码头。以前呢，就是上海的客运码头，那现在已经搬到了吴淞口去了。上海这座城市，这个几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些高楼大厦和优美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是年轻人的这种时尚、风貌，还有他们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些才是这座城市可以持续向前的动力。就像我刚刚这3个视频讲到的，以前的中国人太多的悲情，那也可能是一种因为比较贫穷啊，当年在那种环境底下与生而来的对外面的这种看法。但随着日益的开放，随着经济上的台阶，随着消费的水准向外面看齐，虽然也只是一部分人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会达到这个水平。随着更多的内外的交流，也包括就是开放国门，让西方的那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老百姓到中国来走走看看。其实他们也会影响到中国很多老百姓的这种思维，然后呢就会跟他们通过打交道相互了解，就会更加的平视他们，然后看这个世界呢就会更加的友善我觉得这个是通过几代人需要不断的努力的。但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老百姓也会变得更有修养，然后呢更能够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那我指的是老百姓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到了这边呢就没有什么以前的那种建筑物了这块呢就变成了中国人的老城区，以前就是老城乡所以从这边开始就是以前的这个码头呢非常重要，就是以前的上海无论是运货还
面是人的流动，尤其是去往浙江等地都是靠这些船运。这边望出去呢，那片绿地就是古城公园，顾名思义呢，就是上海老城，就是上海以前是有城墙的，后来拆掉以后呢，就成了前面的人民路，还有一段的松华路，就变成了2条环老城区的马路。那这个里面呢，就有知名的城隍庙，那也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前面呢就有162个字，其实就是16铺码头的意思。我们在这边穿行一下那老城区呢我们就不去了。其实每次回来城隍庙是肯定会去的因为以前老房子还在，只不过人去楼空了。这种船呢，就是浦江游览的船，好像能怎么说，但是已经有一些客人在上面。这边呢，一个一个的船，都是用途的，叫黄浦江游览码头。这边好多个码头停靠着各个单位的这种浦江邮轮。到这里呢，已经用完了2块电池了。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坚持到徐汇滨江呢？这个16铺码头这边的新的滨江平台应该是前些年建成的。以前呢都是码头搬走以后呢，一片杂乱无章的地方。现在呢变成了这些观光游轮的码头，非常开阔的地方大家不仅可以在这边搭船游览黄浦江，那我觉得更大的功能就是让大家这边走路通行。从这里继续往南走呢，其实我以前好像也没有怎么走过。今天既然来了，我们还是准备往前去走一走。是啊，我记得也是。我肯定讲这话。我们要这边可以看到都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而且右前方那边号称金融街，也是周末时候是步行的区域。
比起走路啊，肯定是骑单车要舒服得多。如果从杨浦大桥骑过来呢，应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今天我们就靠两只脚来走一走，来丈量一下黄浦江、滨江的这些道路。我觉得也是别有意义啊，因为走得慢嘛，看着就会仔细一些，就更可以欣赏一下江岸的风景。看到这边有一幅街区图，我们稍微来瞄一下啊。这个边上的就是艺园了，所以这边就有艺园的一些广告。你看啊，我们现在沿着江岸继续在走，那里面呢就是老城区了，这是以前的南市区最老的一个区域，也就是以前上海的老城区。这个有很多旅游的景点。好，我们继续沿着江岸往前走。右侧有牌子指的是东门路啊，就以前上个老城是有很多很多门的。东门就是以前的一座城门的地方。哦。这一路江岸过来啊，全部都是这种游船，你看看，好多好多游船，有些还装扮成那种有龙的样貌，但大部分呢还是比较正常的现代的这种轮船的样貌。我身后的这一群游客应该都是从北欧来的，我不能确定他们讲的是不是德语，但相信他们就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这边的江岸呢，相对来讲就稍稍的变窄了一点啊，但这条道路呢，我记得也是修了没多久吧。这边呢就看到一艘很大的船呢，这不知道装什么的，好像还有一些顶的，应该是一艘装货的货轮，蛮大的，开到黄浦江里面的。我们再看一看后面的陆家嘴的高楼。
当然就是一路从边走过来的。今天走了不少路了，我们无为而治，走到哪没变迟了我们就结束。右侧这条马路呢，已经是复兴东路了。复兴东路从这边通过去呢，就到了湾区。我相信这边的江岸呢，这种清水平台啊，应该都是新建的。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但这边呢，相对来讲已经有点偏了，看看能不能连上徐汇滨江，说不定我们在前面就要改坐公交车前往徐汇滨江了。我们走着瞧吧。基本上这条路都已经打通的感觉了，是你看好像还在进行一些建设维修之中，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应该都走得通了。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以前上海的老城区呢并不大，也就是像黄浦区啊、卢湾区啊，还有像南市区啊，那浦东这边是没有什么的。那现在呢，城区不断的向外扩展，尤其是浦东广袤的区域现在都变成了新的城区。有些地方呢发展得很好啊，当然有些地方呢还有待于发展，所以这个城市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些江岸呢，也自然而然的就延伸到更远了。那总有一天，我觉得这个江岸骑着车可以从吴淞口一直骑到奉贤啊，最起码骑到闵行。那少说50-60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骑行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江岸呢，往往都不让单车上来的。你看，我没有看到有人骑着单车上来。看来这一片的江啊，也变得非常的开阔。我刚看到牌子，前面已经是董家渡轮渡了。江岸边还造了一片小景，很多的这种类似芦苇这样的植物。我刚刚看了一下手表啊，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记得我是8点半到的丹阳路车站的，从杨浦滨江走过来已经走了2个半小时了。2个半小时还可以啊，就感觉体力还是比较充沛。这个地方呢，我以前也有来过的。
应该也是新建成不久的一片区域。你看这种骑单车过来就非常好。我们以后有机会骑单车再来走走。对面呢是一片保持下来的老建筑，重新进行了一些翻造翻新，写的老码头3个字。这个地方应该是董家渡口的所在地。我们姑且往前再走走吧。这边有一个金属的海鸥，我看很多人过来都摸摸它，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到这边再来看看。这边呢就是我们从前面一路过来，这边你看啊，浦东这个对面全部都建了楼了。我发现现在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大家不仅注重一个身体的这种舒适感，然后呢，也有更注重自己的活力啊，就是怎么通过这种运动来激发自己的这种活力。只要不过度啊，持之以恒，我觉得这个对身体非常有好处。最主要是对这种生活工作的效率都会得到很好的提升。这里呢也有一些不新不旧的建筑物，要怎么来利用，恐怕也就要费一些思考。你看这个房子大概做餐馆是比较合适的，其实也可以做一些经济型的酒店。哟，这边还做了2个海鸥的金属的雕像。你看这个建筑看来很老了，但是其实稍微装修一下，面江的这些房子应该是非常好的。你看啊，这些西方人的游客，当然我不清楚他们是游客还是在这边工作生活的人，他们在江岸跑步啊，就他们会把这种欧洲的时尚带到中国来，也会影响一些中国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种相互影响应该挺不错的。我相信他们从中国这边看到的变化，也会学到很多东西。你要知道，有很多国家，他们基本上就是无为而治了，城市建设方方面面都几乎停止。也可能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吧。但相对来讲，中国这边正在脱胎换骨这种变化是非常快速的。不要说他们老外可能几十年以前来过一趟，到现在大概会惊得目瞪口呆吧。即便是我们老家在这边的，时不时从外地回来看看上海，你去走过以前走过的地方，不过也就是几年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回来以后就会给大家随拍一下，因为我相信看我这个频道的很多人也是曾经的上海人，要不就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或者呢对上海这个城市感兴趣的人，大家可以通过我的镜头来看看上海的这些变化。虽然你要叫我仔细的介绍，我也介绍不出来比方这座桥什么时候建成的呀，边上这房子什么时候建起来的等等那我都不知道。那大家就是看一看，我自己当然也就是这样，随意的走走。这边应该就是董家渡的轮渡码头了，我看到有一个轮渡的标志在这边。前面呢有一座大桥横跨着浦江两岸，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应该是南浦大桥就是以前的南市区通到浦东的一座大桥吧。这段路我是第一次来，那我相信呢，走过前面的南浦大桥，也就是以前南市区的外滩滨江这段就算走完了。从那边开始呢，应该就是以前卢湾区，还是慢慢就要去到徐汇区那边了。这个地方叫什么？全球领导者大会会址，这什么鬼？我们来往后看一看。曾经有一个重要会议在这边开过的意思吧。看到这边很多街名都叫什么什么码头街可以想象以前这里都是码头。外面这条路呢叫外马路我记得可能有个1、2年以前了吧，在这条外马路上面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就看到里面都是封闭着的就当时想着某一天这个地方应该也是非常好的景观了。那现在呢确实彻底打开了，景观非常漂亮有这种散步道你怎么走都不会厌的
前面呢就是南浦大桥了，我们这一段大概也走了有半个小时有余了吧。从金陵路外滩过来16浦码头，看到江里很多的游船，主要都是浦江游的。白天我看到上船的游客并不多，可能晚上才是会有很多人。遇到节假日过年过节的时候肯定就是人满为患，总体感觉很好啊。就从16浦码头一路过来到南浦大桥的这一段，江岸都已经建成了，完全被打开的状态，但是边上那些旧的建筑物呢还在改造之中，想着可能还要费些时日，将来这些地方都会变得非常的时尚漂亮，适合老百姓到这边来打卡走一走。好了，那我们就在这座南浦大桥前结束我们今天滨江第4段的步行。看了一下手表，现在11点20分，再过一阵可能是要走了差不多3个来小时了。我觉得还没有问题啊，唯一的问题呢就是电池可能坚持不了太久了。那我们就看哪里电池耗尽就到哪里作为今天的终点。好了，我们等一会儿休息一下，继续从这边出发，顺着黄浦江岸继续往前再走一走。我们一会儿见吧，拜拜。